上海，这座充满活力和魅力的国际大都市，拥有丰富的文化遗产和现代化景观。游客们在这座城市中能体验到历史与现代的完美融合。无论是高耸入云的摩天大楼，还是古色古香的传统街区，上海都有着无穷的魅力。在这片土地上，有10大不可错过的景点，每一个都值得细细品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探索这些魅力非凡的地方。今天爱旅游为您盘点上海必去的10大景点，让您在规划旅行时有更明确的方向。陆家嘴，陆家嘴位于上海市中心的浦东新区，是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核心区域，集聚了东方明珠广播电视塔、上海中心大厦、上海环球金融中心和上海金茂大厦等摩天大楼，展现现代化都市的非凡魅力。作为国家4A 级旅游景区，陆家嘴吸引着无数游客前来探索。东方明珠广播电视塔更是荣膺国家首批5A 级旅游景区的殊荣。登上东方明珠，俯瞰整个上海市区，黄浦江两岸的繁华景象尽收眼底，仿佛置身于一个现代都市的梦幻世界中。小陆家嘴风景区位于陆家嘴核心地带，占地 1.7 平方公里，是中国唯一以金融、保险、证券及商贸为主要产业的国家级开发区。自1990年国务院宣布开放浦东以来，陆家嘴迅速崛起，成为全球瞩目的金融中心。截至2011年9月底，已有626家中外资金融机构和71家跨国公司地区总部进驻，包括交通银行、上海银行和上海农商银行等重量级金融机构。陆家嘴以密集的摩天大楼群闻名，拥有全球第3高的上海中心大厦、上海环球金融中心、东方明珠广播电视塔和金茂大厦等标志性建筑。这些高楼与黄浦江对岸的外滩历史建筑群相映成辉，形成独特的浦江两岸景观线。全长 2.5 公里的滨江大道提供了绝佳视角，让游客尽情欣赏对岸的外滩风光。除了摩天大楼，陆家嘴还有众多旅游景点，如陆家嘴中心绿地和上海海洋水族馆等。陆家嘴中心绿地是一片城市绿洲，为繁忙的都市生活提供宁静的休憩场所。上海海洋水族馆展示了丰富的海洋生物，让人们在城市中心也能领略海洋的神奇魅力。陆家嘴的开发和管理由上海陆家嘴金融贸易区管委会负责，这里也是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核心片区之一。无论是商业洽谈还是旅游观光，陆家嘴都以其独特魅力吸引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从历史的老码头到今天的国际金融中心，陆家嘴无疑是上海最具活力和现代气息的地区之一。高耸入云的摩天大楼与充满历史感的滨江大道都诉说着这座城市的过去与未来。在陆家嘴，你可以感受到现代化的繁荣与进步，也可以找到一份宁静与悠闲。这个地方是每一个来到上海的人都不容错过的圣地。来陆家嘴，探索这片金融与现代建筑的奇迹，感受上海这座国际大都市的脉搏跳动。无论是站在高楼之巅俯瞰整个城市，还是漫步于黄浦江畔欣赏对岸的美景，陆家嘴都将以其独特魅力带给你一段难忘的旅程。每一个角落，每一座建筑，都在展示一个充满魅力与无限可能的世界级城市。外滩，外滩，这片承载着100年历史的土地，一直以来都是上海的象征。位于黄浦江西岸，从外白渡桥到南浦大桥，全长4公里，是90年代上海10大新景观和10佳旅游景点之一。漫步在外滩，你能感受到上海这座国际大都市独特的魅力。外滩的东侧是浩荡的黄浦江和漂亮的堤岸，这里游客可以一览黄浦江的风采，远眺对岸浦东陆家嘴的现代化天际线，或在绿树花坛间散步，享受大都市中的一片宁静与清新。
西侧则矗立着各种风格迥异的中西建筑群，被誉为万国建筑博览。从外白渡桥到金陵东路的 1.5 公里长的外滩上，矗立着52幢各式建筑，包括哥特式、巴洛克式、罗马式、古典主义式、文艺复兴式和中西合璧式等风格，展示了远东华尔街的风采。海关大楼是外滩建筑群中最引人注目的建筑之一。建于1927年，由英国设计师威尔逊设计，这座大楼融合了欧洲古典与现代风格。大钟模仿伦敦国会大厦的大钟，每当钟声响起，总是吸引无数游客驻足仰望。外滩的另一颗明珠是黄埔公园，建于1868年，是上海最早的公园。经过多次改建，如今的黄埔公园占地31亩，绿化面积达10.92亩。园内的浦江潮大型青铜工人雕塑象征着上海人民的勇敢与奋斗。公园内还有上海人民英雄纪念塔，塔下设有外滩历史纪念馆，供游客了解外滩的历史变迁。公园中的紫藤长廊和广阔的绿地草坪，让人在繁忙的都市生活中找到一片宁静之地。外滩不仅有历史建筑和美丽公园，还有纪念上海第一任市长陈毅的陈毅广场，塑像昂然矗立，显示了他为上海解放和建设所立下的功勋。广场上的音乐喷泉，伴随着音乐喷射出五彩缤纷的水柱，夜晚的灯光效果更是令人流连忘返。黄浦江游览是上海旅游的经典项目，乘坐游船沿江而下，两岸美景尽收眼底。你可以看到横跨浦江的杨浦大桥和南浦大桥，宛如两条巨龙横卧江上，而中间的东方明珠广播电视塔则像是一颗闪耀的明珠，构成了一幅二龙戏珠的壮丽画卷。浦江西岸的万国建筑与浦东东岸的现代建筑交相辉映，让人感受到上海这座城市的独特魅力。外滩，这片历史与现代交织的土地，是每一个来到上海的人都不容错过的景点。从宏伟的建筑到秀丽的自然景观，从历史遗迹到现代城市风貌，外滩无疑是上海最具代表性的地方之一。在外滩，你不仅能感受到城市的繁华与喧嚣，还能找到一片属于自己的宁静与惬意。东方明珠，东方明珠广播电视塔，简称东方明珠，坐落于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世纪大道1号，屹立在黄浦江畔，与外滩万国建筑博览群隔江相望。1991年7月30日开始动工，1994年10月1日竣工并投入使用。这座塔集观光、餐饮、娱乐、历史陈列、浦江游览、会展演出、广播电视发射等多功能于一体，是上海的标志性建筑之一。截至2019年，它是亚洲第6高塔，世界第9高塔。东方明珠塔的主体结构独具特色，由3根斜撑、3根立柱及塔座、下球体、5个小球体、上球体、太空舱和发射天线桅杆等组成，总高468米，总建筑面积达10万平方米。塔体结构采用东方民族喜爱的圆曲线，整体造型宛若一串明珠，散发着独特的东方韵味。自建成以来，东方明珠塔屡获殊荣。1995年被评为上海市大新景观之一，1999年荣获上海市优秀勘察设计1等奖和中国土木工程詹天佑奖。2007年被评为国家5A 级旅游景区，成为国内外游客的必游之地。塔内设有6部电梯，包括一部可载50人的双层电梯。游览区域包括下球体、中间球体及环廊、上球体及太空舱等。下球体高118米，设有观光环廊和梦幻太空城；上球体高295米，内设旋转茶室、餐厅和可容纳1600人的观光平台。上下球体之间的5个小球体是5套高空豪华宾馆，太空舱专为外宾观光设计。灯光系统由电脑操控，可自动调节，夜晚的灯光秀更是美轮美奂。乘坐电梯，
仅需40秒钟便可到达263米高的观光丘。从这里俯瞰，上海的美景尽收眼底。黄浦江的蜿蜒，江上的巨轮，两岸的高楼大厦，都在你眼前展开。黄浦江两岸的2座大桥如同巨龙腾飞，与中间的东方明珠一起，构成了一幅2龙戏珠的壮丽画卷。夜晚，巨大的球体在五彩灯光的映衬下熠熠生辉，与浦西外滩的灯光建筑交相辉映，展现出现代化大都市的迷人夜景。东方明珠塔与浦东公园融为一体，公园内设有15个大小不同的球体，烘托出电视塔的宏伟气势，因而得名东方明珠。周边的娱乐中心和商业中心，使这里成为一个大型的多功能旅游胜地。作为90年代上海市大型景观和10佳旅游景点之一，东方明珠已经成为上海的地标，吸引着无数游客前来探访。无论是白天还是夜晚，东方明珠塔都展现出不同的魅力。白天，它以宏伟的结构和精致的设计吸引游客的目光；夜晚，五彩斑斓的灯光秀让人流连忘返。在这里，游客不仅能领略上海的现代化气息，还能感受到浓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东方明珠广播电视塔无疑是每个来到上海的游客不容错过的亮点景区。来这里，你会发现一个充满活力和魅力的上海，一个令人难以忘怀的东方之珠——豫园。豫园位于上海市老城乡东北部，是国家4级旅游景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始建于明代的豫园已有450余年历史，占地30余亩，与陆香园、日社园并称为明朝上海3大名园，在现存的上海5大古典名园中名列首位。豫园原为明代私人园林，由四川布政使潘允端为其父潘恩而建。经过20余年精心经营，以其清幽秀丽、精致玲珑的风貌而著称。豫园的总体布局极具艺术魅力。西北角的大甲山为主山，登上望江亭可远眺浦江美景。东南角的次山围绕耸翠亭形成一主3次的山体布局，呈现出自然山林景象。豫园的水景动静相宜，虚实相应。水体布局从东南向西北形成聚散有致的空间，包括池、河、溪、涧等形态。仰山堂前的碧水池是全园最大的池，衬托了北面的大甲山。在约30亩的空间中，豫园容纳了30余所亭台楼阁、堂馆宣泄，充分利用每一寸土地。内园空间狭长，景观层次丰富，吸收了西式园林的开场性，突破了中国古典寺园半闭合的空间特色。豫园内部景观以假山、怪石、曲水及精巧建筑物为特色。大甲山是明代叠石大家张南阳设计建造的唯一保存至今的作品。江南3大名石之一的玉玲珑以其皱、漏、透、瘦的特点而著名。豫园不仅是一座园林，更是一座历史文化的宝库。漫步于古老的石径，欣赏明清时期的文物珍品，你会感受到浓厚的中国传统文化艺术氛围。每一处景观，每一座建筑，都凝聚着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文化内涵，展示出江南园林的无穷魅力。城隍庙，上海著名的名胜古迹城隍庙，位于方浜中路与安仁街西侧，原为金山神庙，供奉汉代名将霍光，占地约2.5万平方米。城隍庙自宋朝起就存在，最早的庙址在永嘉路，名为淡景庙，又称华亭县城隍行殿。1291年，上海建县后，将金山神庙改建为城隍庙，明永乐年间1403至1424年正式确立。清康熙48年1710年，当地居民在庙左侧集资建造了东园，使城隍庙成为名胜之地。乾隆中叶，潘氏家族将豫园出售给城隍庙作为西园，并进行大规模修缮。随着商业的繁荣，城
城隍庙逐渐成为著名的小商品、土特产和特色商品市场。上海城隍庙是道教正一派道观，也是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和著名景点。位于方帮中路249号，毗邻御园，始建于明永乐元年1403年，由原霍光行祠改建而成。此后历经多次扩建，清朝道光初年达到鼎盛。1924年，中元节期间发生火灾被毁，1926年重建，采用钢筋混凝土结构，4年竣工。1966年起停止宗教活动，一度改作商场。1994年归还上海道教协会，4年恢复宗教活动。城隍庙建筑风格独具特色，建筑群以宏伟的正殿为中心，四周分布着东园和西园。正殿内供奉城隍爷，香火鼎盛，吸引无数善男信女前来祈福。东园和西园是休憩、观赏风景的好去处。东园内的假山、池塘、小桥流水，营造静谧祥和的氛围。西园以精致的园林设计和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著称，是城隍庙的重要组成部分。城隍庙不仅是宗教场所，还是充满生活气息的集市。庙内外街道两旁林立各式商铺，售卖琳琅满目的小商品、土特产和手工艺品。点心、茶叶、玉器、书画等都是游客们的最爱。每逢节假日，城隍庙总是人头攒动，热闹非凡。在城隍庙，游客不仅能感受浓厚的历史文化氛围，还能体验地道的上海风情。每一处建筑，每一个角落，都讲述着上海的历史与变迁。无论是漫步古老的石板路，还是驻足香火缭绕的正殿，你都会被这里的宁静与祥和所感染。城隍庙是上海的标志性景点，每个来到上海的游客必访之地。在这里，你可以祈福求平安，欣赏古典建筑之美，体验上海独特的市井文化。城隍庙的每一个细节都展示这座城市的独特魅力，让人流连忘返，回味无穷。无论你是历史爱好者、宗教信徒，还是美食和购物的爱好者，城隍庙都会为你带来一段难忘的旅程。它不仅是上海的历史见证，也是上海文化的浓缩与象征。在城隍庙，你会感受到穿越时空的震撼，与古人对话的奇妙体验。来这里，探索城隍庙的魅力，感受上海的心跳。迪士尼，上海迪士尼乐园坐落于上海市浦东新区川沙镇黄兆路310号，于2016年6月16日盛大开园。作为中国内地首座迪士尼主题乐园，也是中国规模最大的现代服务业中外合作项目之一。上海迪士尼乐园以其纯正的迪士尼风格和融汇中国元素的设计，成为了一座充满魔幻色彩的主题乐园。上海迪士尼乐园占地 1.16 平方公里，内部分为7大主题园区：米奇大街、奇想花园、探险岛、宝藏湾、明日世界、梦幻世界和迪士尼皮克斯玩具总动员。每个园区都有独特的魅力和丰富的游乐项目，为游客们带来无尽的欢乐和惊喜。迪士尼创意团队特别为上海迪士尼乐园设计了米奇大街作为迎宾入口，打破了迪士尼近60年以美国小镇为主题的设计传统。走在米奇大街上，迎接你的不仅是迪士尼经典角色，还有融入中国元素的建筑和装饰。标志性的奇幻童话城堡是迪士尼历史上最高、最宏伟的城堡，其高处的尖顶缀有传统中国祥云、牡丹、莲花和上海市花白玉兰等元素，展现了中西合璧的独特魅力。在梦幻世界，游客们可以体验到9个精彩纷呈的游玩项目，包括奇幻童话城堡、爱丽丝梦游仙境迷宫、精彩奇航、漫游童话时光、7个小矮人狂山车、小飞侠天空奇遇、小熊维尼历险记、旋转蜂蜜罐和迎宾阁自拍点。每一个项目都带领游客进入一个个奇幻的故事世界，
让人仿佛置身于童话之中。明日世界位于乐园的西北部，带给游客未来科技的震撼体验。这里的5个游玩项目包括巴斯光年星际营救、创速激光轮雪佛兰呈现、创界雪佛兰数字挑战、喷气背包飞行器和太空幸会史迪奇。无论是与巴斯光年一起冒险，还是感受极光轮的极速飞驰，游客们都能在这里体验到未来科技的无穷魅力。奇想花园是一个充满创意和幻想的区域，共有4个游玩项目：幻想曲旋转木马、漫威英雄总部、小飞象和奇想花园自拍点。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里的旋转木马由中国手工艺匠精心打造，72种绚烂颜色交织在一起，呈现出梦幻般的视觉效果。宝藏湾位于乐园的东北部，是一个充满冒险和神秘的区域。这里的4个游玩项目包括传奇戏水滩、加勒比海盗、沉落宝藏之战、探秘海妖灵号和探险家独木舟。游客们可以在这里体验到加勒比海盗的惊险之旅，探索神秘的海底世界。探险岛位于乐园的东南部，共有4个游玩项目：翱翔、飞越地平线、欢笑居友会自拍点、雷鸣山漂流和古迹探寻营。这里充满了自然与冒险的元素，让游客们在探索未知的同时，感受到大自然的壮丽与美好。迪士尼皮克斯玩具总动员位于乐园的西北部，是一个充满欢乐与活力的区域。这里的3个游玩项目包括抱抱龙冲天赛车、弹簧狗团团转和胡迪牛仔嘉年华。游客们可以在这里与皮克斯经典角色互动，体验一场场充满童趣的冒险之旅。上海迪士尼乐园不仅是一个游乐场，更是一个充满魔力和梦想的地方。每一个角落，每一个项目都散发着迪士尼的独特魅力，让每一位游客都能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快乐和回忆。无论你是小朋友还是成年人，上海迪士尼乐园都能带给你无尽的惊喜与感动，让你在魔法的世界里度过一个难忘的假期。朱家角古镇。朱家角位于上海市青浦区西南部，是镶嵌在淀山湖畔的一颗江南明珠。这座古镇核心区域占地 3.08 平方公里，自宋元时期便已形成集镇，明万历年间正式建镇，到清末民国时期已成为远近闻名的商贸大镇。朱家角的街巷水网格局保存完好，展现出小桥流水人家的江南水乡古朴风貌，吸引着无数游客前来探访。朱家角古镇以其丰富的历史遗迹和独特的江南水乡风情而著称。现存的主要古建筑包括克职园、城隍庙、元金禅院、放生桥和大清邮局等。这些建筑不仅展示了古镇的历史风貌，也体现了江南地区的建筑艺术和文化底蕴。2007年，朱家角古镇被评为第3批中国历史文化名镇。这座千年古镇在历史保护与文旅创新的新时代焕发出新的生机，成为上海旅游的一道独特风景线。朱家角的自然资源集中在淀山湖地区。淀山湖是上海境内唯一的淡水湖，面积达62平方公里，其中 47.5 平方公里位于青浦境内。湖内水产资源丰富，养殖着青鱼、草鱼、鲢鱼、鳙鱼等4大家鱼，以及鲤鱼、鳊鱼、房鱼、鲫鱼和淀山湖银鱼等，还有河虾、中华绒螯蟹、甲鱼、螺丝、黄蚬和河蚌等水产，为游客提供丰富的水产美食体验。朱家角的交通十分便利，是上海通往江苏、浙江的重要通道。东西向有318国道、沪清平高速公路和沈专公路，南北向有珠峰公路、一蚌通3国道、南接沪杭高速公路、北通沪宁高速公路，实现了村村通道路的交通网络。水陆交通方面，朱家角水陆交通发达，横有店铺河，纵有拦路港、西大营港和朱卯河，均为6级航道，可通行100至500吨的船只，直通黄浦江，并与太湖水系相通，形成了便捷的水陆运输体系。
朱家角不仅是一个古镇，更是一座充满活力的旅游胜地。在这里，你可以乘坐乌篷船穿梭于古老的运河之间，欣赏两岸的古建筑和水乡风情，也可以漫步于青石板铺就的小巷，品味当地的美食和小吃，体验江南水乡的独特魅力。无论是历史文化的爱好者，还是寻求休闲放松的游客，朱家角都能带给你一段难忘的旅行体验。来朱家角，探寻这座千年古镇的历史韵味，感受江南水乡的美丽风光，享受一段宁静而又充实的旅程。朱家角，这颗江南明珠，将以其独特的魅力迎接每一位前来的游客。上海长风海洋世界。上海长风海洋世界隶属于欧洲第一、全球第二的 Merlin Entertainment 集团旗下，作为全球最大水族馆连锁品牌 Sea Life 的一部分，与杜莎夫人蜡像馆和乐高乐园同属国际知名品牌。坐落于风景如画的长风公园内，长风海洋世界的主体建筑位于银雏湖底13米处，是一个集大型海洋动物表演和水族馆鱼类展览为一体的综合海洋主题公园。作为全国青少年科普教育基地，上海市专题性科普场馆以及上海市27课改授课场馆，长风海洋世界被命名为国家4A 级景区。长风海洋世界不仅以其丰富的海洋生物和精彩的表演吸引游客，还因其教育意义和科普功能备受赞誉。馆内的极地白鲸表演馆是中国内地最大的白鲸表演馆，也是华东地区首家拥有白鲸的海洋动物表演馆，可同时容纳2000名观众。在这里，游客可以欣赏到小白鲸的精彩表演，亲身体验人与动物和谐相处的美好瞬间。水族馆是长风海洋世界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是中国第一家大型主题性水族馆，主体建筑位于银雏湖底13米深处。水族馆内养有300余种、15000余尾鱼类，展示了丰富多彩的海洋生物。馆内分为多个主题区域，包括丛林探险区、珊瑚礁区、深海沉船区、鲨鱼甬道和企鹅馆等，每个区域都独具特色，深受游客喜爱。在丛林探险区，游客可以近距离观察热带雨林中的珍稀鱼类，感受大自然的神奇与美丽。珊瑚礁区则展示了色彩斑斓的珊瑚和热带鱼类，让人仿佛置身于美丽的海底世界。深海沉船区再现了沉船遗迹，神秘而又充满冒险感。鲨鱼甬道是馆内最受欢迎的区域之一，游客可以通过透明的隧道观赏到各种鲨鱼游弋在身边的震撼景象。企鹅馆则带来了来自南极的可爱企鹅，它们憨态可掬的模样常常引得游客驻足观看。长风海洋世界不仅是一个观赏海洋生物的好地方，更是一个重要的科普教育基地。馆内向公众推出了诸如海底夜宿、海底生日派对和海底晚宴等众多特色服务项目。这些项目不仅丰富了游客的体验，也取得了良好的品牌知名度和商业回报。通过这些活动，长风海洋世界不仅增强了游客的互动性和参与感，还在潜移默化中普及了海洋知识，提升了公众的环保意识。长风海洋世界作为全国青少年科普教育基地，不仅为学生们提供了一个了解海洋、探索自然的课堂，还通过生动的展示和互动活动，让孩子们在玩乐中学习，激发他们对科学的兴趣。在这里，孩子们不仅可以看到平时在书本上才能见到的海洋生物，还可以通过亲身体验，感受到大自然的奇妙与美丽。上海长风海洋世界这个集观赏、娱乐和教育于一体的综合海洋主题公园，不仅是一个让人流连忘返的旅游胜地，更是一个让人开阔眼界、增长知识的科普乐园。在这里，你可以与海洋动物亲密接触，体验丰富多彩的主题活动，感受海洋的魅力与神奇。无论是家庭出游还是学校组织的科普活动，长风海洋世界都将是一个理想的选择，让你在快乐中度过每一个难忘的时刻。静安寺。静安寺，这座悠久的佛教寺庙位于上海市静安区南京西路1686号，
其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3世纪的三国时期，是江南地区历史悠久且极具影响力的名刹之一。作为上海4大佛寺之一，静安寺吸引了无数游客和信徒前来朝圣与参观。根据传说，静安寺最早可追溯至三国孙吴赤乌10年247年，当时出名为护犊仲元寺。宋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寺庙更名为静安寺。南宋嘉定9年1216年，寺庙从吴淞江畔迁入现今的南京西路区域，这一迁移早于上海建成。静安寺总建筑面积达2.2万平方米，庙宇形成前寺后塔的格局，主要由大雄宝殿、天王殿、三圣殿3座建筑构成，是上海最古老的佛寺之一。静安寺内收藏有许多珍贵的艺术品和文物，其中包括8大山人的名画以及文征明的真迹、琵琶形行草长卷。这些珍贵的艺术品不仅展示了静安寺的历史文化底蕴，也吸引了众多艺术爱好者前来观赏。静安区的名字也因静安寺而得名，显示出这座寺庙在当地的重要地位。静安寺的建筑风格仿明代以前的风格，其典型代表就是斗拱的形制。静安寺建筑布局在严格的中轴线上，从南至北依次坐落着山门、钟楼、鼓楼、大雄宝殿和法堂。钟楼和鼓楼分列东西两侧，钟楼底层是重新恢复的天下第6泉涌泉，上悬精铸7.3吨的和平钟，钟声悠远，寓意和平安宁。鼓楼采用架空方式，将地铁出入口覆盖起来，上至直径3.38米的牛皮大鼓，雄伟壮观，成为寺庙的一大特色。作为汉族地区佛教的全国重点寺院，静安寺不仅是宗教活动的中心，也是上海市的文化地标之一。静安寺在上海佛教界占有重要地位，是上海市密宗古刹之一，并被列为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静安寺不仅是一座宗教圣地，更是一座历史文化的宝库。在这里，游客可以静心祈福，感受佛教的宁静与祥和，同时也可以欣赏古建筑的精美和历史文物的珍贵。无论是虔诚的信徒还是历史文化爱好者，静安寺都为每一位访客提供了一次难忘的心灵和视觉之旅。走进静安寺，你会被它的古老与庄严所感染。漫步在寺庙的庭院中，仿佛穿越了1000年的时光，感受到历史的厚重与文化的传承。每一座建筑，每一件文物，都讲述着静安寺的辉煌历史和佛教文化的博大精深。静安寺，这座屹立在现代都市中的古老佛寺，以其独特的魅力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吸引着无数游客和信徒前来参观和朝圣。在这里，你不仅能找到内心的宁静，也能领略到上海这座国际大都市的文化精髓。中华艺术宫，中华艺术宫上海美术馆位于上海市浦东新区上南路205号，是上海市公益一类事业单位、国家重点美术馆，也是上海市文化和旅游局直属单位。这座艺术殿堂前身为创建于1956年的上海美术馆，2012年10月1日迁至2010年上海世界博览会浦东园区的中国馆，并更名为中华艺术宫，填补了上海艺术博物馆体系的空白。中华艺术宫位于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中国馆，总建筑面积达到16.68万平方米，展示面积近7万平方米。馆内分为6个展示层面，共35个展厅，位于60米层、49米层、41米层、33米层、5米层和0米层。中华艺术宫藏品丰富，拥有1.4万件馆藏品，首批展出1400多件。艺术品类别包括国画、油画、书法、版画、雕塑和皮影等，展示了中国及世界各地的艺术瑰宝。中华艺术宫自成立以来，获得了国家重点美术馆、上海市文明单位、上海市平安示范单位、上海市青年5·4集体奖章、宣传系统创新争优先进基层党组织等多项荣誉。
这些荣誉不仅体现了其在艺术领域的卓越成就，也彰显了其在社会文化建设中的重要地位。馆内常设展览包括海上生明月、中华艺术宫藏华人美术名家捐赠作品展、江山如此多娇馆藏陈列展、余云街馆藏精品展、多媒体版《清明上河图》和上海历史文脉美术创作工程成果展。其中，海上生明月展览于2020年7月3日至2021年12月31日展出，汇集了20世纪中国美术大师们的经典作品，展示了上海现代美术史的一个缩影。中华艺术宫不仅是艺术作品的展示平台，更是文化交流和艺术教育的重要基地。通过各种展览和活动，中华艺术宫不断促进中外文化艺术的交流与融合，让观众能够欣赏到世界各地的艺术精品，感受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艺术魅力。参观中华艺术宫，游客可以在宽敞明亮的展厅中欣赏来自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艺术作品。无论是国画的细腻笔触，还是油画的浓烈色彩，亦或是雕塑的立体质感，每一件艺术品都诉说着独特的故事，传递着艺术家们的灵感与情感。中华艺术宫的常设展览，如多媒体版《清明上河图》，通过现代科技手段再现了古代中国的繁荣景象，让观众在感受传统文化魅力的同时，体验到科技带来的视觉冲击。这样的展览不仅增加了观赏的趣味性，也拓展了观众对艺术的理解和认知。中华艺术宫这座艺术与文化的殿堂，凭借其丰富的藏品、多样的展览和卓越的社会影响力，成为了上海市民和游客心目中的文化圣地。在这里，你不仅能欣赏到艺术的美丽与力量，更能感受到中外文化交流的深厚底蕴。无论你是艺术爱好者还是普通游客，中华艺术宫都会为你带来一场难忘的艺术之旅。上海的10大景点，每一处都散发着独特的魅力，无论是现代化的摩天大楼，还是历史悠久的古建筑，都让人流连忘返。这些景点不仅展示了上海的繁华与进步，也让人们感受到这座城市的深厚文化底蕴和历史积淀。在上海，游客们不仅可以领略到现代化的都市景观，还可以体验到丰富的历史文化。从陆家嘴的摩天大楼到外滩的万国建筑，从东方明珠的壮丽景观到豫园的宁静秀丽，每一处都充满了独特的魅力和故事。无论你是历史文化的爱好者，还是现代都市的追随者，上海都能带给你一段难忘的旅程。来上海吧，探索这座充满活力和无限可能的城市，感受这里的每一份独特与美好。无论是站在高楼之巅俯瞰整个城市，还是漫步在历史街区中品味过去，上海都会让你收获一段美好而难忘的记忆。关注我，我是爱旅游，带你探索地球的每一个角落。